是对美军来讲，它最大的弱点就是打瞎你、打聋你，让你看不见、听不到。那这个部分里面，美国的军队因为并不是出动地面部队，所以它的海军、空军都是要有基地作为定点的。那你看，伊朗就专门打你定点。那专门打你定点，那这个对美国来说的话，也是不是很其扰的，也就是为什么它的伤亡人数会一直不断的增加。我想这个美国的弱点，事实上被伊朗看得很清楚。因为呢，最近传出了非常多美军伤亡的数字。那么我们在最新的数字，现在统计又再添13人阵亡了。这个数字让川普也是吓了一跳。当然，川普在这个时候还是持续喊美国赢了。那么伊朗的部分则是出动了最强飞弹，狂轰美军基地。这场战事正在持续的升温当中。我们要赶快来看到这个是川普他最新又在对外喊话说美国赢了，但是呢，我们来看到数字并不是这样说话的。我们来看到这是来自于这个伊拉克的武装团体伊斯兰抵抗组织特别公布了美军的最新伤亡数字。他说对美军基地进行了31次的袭击，最新数字再添13名美军阵亡，数十人受伤。除了这个消息之外，我们还收到了一个最新消息，是在伊朗1日的时候清晨对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动了这一场无人机袭击，伤亡程度远超过先前公布的资讯。除了造成6名美军的殉职之外，还有数十人也遭到了重挫，伤势非常的严重，包括了脑部的创伤、灼伤，还有炮弹炸开瞬间造成的破片伤，至少1名士兵可能面临截肢，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而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伊朗持续的展开行动，真实承诺4已经好几回合了，数十回合。现在最新的一次是在1日这一天，飞弹跟无人机持续的锁定美军在中东的军事设施，使用的是4款他们的飞弹，全部一起出马了。这当中包括了霍拉姆沙赫尔、加德尔系列、埃马德中程跟海巴尔高超音速导弹等等。纽约时报最新的报道说，这一次的攻击从卫星图像来看，至少造成了17处美军的设施都遭到破坏，当中知名的包括卡达、乌代德空军基地、科威特萨利姆空军基地等等。伊朗现在甚至改变战术了，他们避开了美军最强防御区域，开始改攻的是他们的后勤设施、雷达跟补给节点，用不对称战术，逐渐要来慢慢的削弱美军的军力。川普这时候喊说赢了，伤亡数字却不断的暴增。川普还说胜利了，那胜利的点在哪里？将军怎么看？第一个军事作战，如果要说赢的话，最起码要有2个目标。第一个，按照西方兵圣克劳塞维兹所讲的，要屈服敌人的战斗意志。我们看第2次世界大战，包括日本的无条件投降，还有德国的战败投降，都是接受同盟国的条约，屈服他们的战斗意志。第2个，你要达到你的战略目标才能够说是你赢了。那这次美国发动这场战争，很明显的，我认为它的战略目标第一个就是要推翻伊朗的神权政体，建立一个亲美的政权。那第2个来讲，就是要伊朗去除它的这种长程的战略导弹或者是它的这个核武设施但是我们看到这2个战略目标美国到现在虽然说花了很多的武器，可是也没有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达到。那为什么川普在礼拜1的时候他就说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礼拜2我们看到伊朗加大力度，又再一次的打击。那今天川普又冒出这句话，说我已经打到我该打的目标了我该攻击的都已经攻击了，消灭差不多打了这个5000多个目标。那这场战争大概已经快收尾了。我认为川普会讲出这种话，就会川普的赢学，大概不外几个原因。第一个，他认为自己这个美军的伤亡对他造成很大的影响，因为美军的伤亡其实对美国来讲会影响到整个这个民心士气甚至于会激发起反战的情绪。我们从越战还有这个阿富汗战争都可以看得到这个毕竟川普是民选的总统，他之后还要面对其中的选举。那如果说是过多的美军伤亡引起美国老百姓的反战的情绪来讲的话，当然不利于他这个其中选举这是他国内的因素。那国外的因素来讲的话，我们都知道这个近期因为荷姆兹海峡被封锁造成全世界的这种这个油价的这种飙涨，还有这个天然气的飙涨那不利于全世界的这种经济。甚至于各国都已经开始要释放出战备储油，不然的话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不要以为说美国自己有产油就可以幸免于外啊。这个油价一涨是全世界的，包括美国民众现在已经感受到这个油价的上涨对他们生活造成压力。那当然对全世界很多的国家尤其是同盟国家更是如此，尤其是海湾这些国家因为战争的关系，让他们的油没办法卖出去。那对于这些同盟对美国同盟的这些海湾国家，当然经济上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川普在国际上面也有他的压力。第三个，我认为川普来讲，在持续战力来讲的话是不足的因为我们刚开始他可能设定的是一场速战速决借着武力的恫吓胁迫伊朗能够屈服，但是没想到伊朗虽然说被打得很严重，可是一直坚强抵抗到现在，甚至于到今天为止这伊朗还在做，虽然说反击的力道有减弱。可是，在量的方面虽然减弱，可是在质的方面来讲，它并没有降低。所以我认为川普他可能因为自己知道长期下去对他是不利的，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只能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说我们赢了。我觉得他讲我们赢了，紧接着下来他就想办法要结束这场战争。好，川普想要赶快的结束这一场战争。那同时纽时也特别指出了说，伊朗现在专攻的就是美军的弱点。那美军的弱点跟川普的弱点，赖老师又怎么看？美军的弱点就是美国的武器，它现在缺稀土，所以它的高昂贵的、高精密的这些武器的制造商，它需要稀土。那我们来看看现在的伊朗的打法，它首先前一段时间的第一波的打法，它基本上消耗的是它旧的液态燃料的这些导弹。可是他用他便宜的旧的液态燃料的导弹搭配无人机，去消耗你美国的昂贵的防空导弹，所以他在前几波的时候，不管是美国或是以色列，它的昂贵的防空导弹基本上被消耗的情况非常的严重。那美国的昂贵的防空导弹，不管是在乌克兰战争已经被消耗一大部分，在前段时间红海，也就是去年。也门的胡塞组织在红海对于美国、以色列、英国的这些油轮的攻击，其实我们也很明显的看到，美国的杜鲁门号的航母，它基本上都已经烧到都黑了，也就是说，它的防空导弹打到都已经没办法再打的一个情况。这代表什么？美国的这个防空导弹是它的很大的弱点。那这些昂贵的导弹。被消耗很大一部分的时候，都要挖东墙补西墙，要从韩国的这个萨德系统把这个6个导弹车都拉过去，那就是代表什么？代表美国它基本上来讲已经这赶不上，就是生产制造赶不上所消耗的能量。这第一个它的弱点就出来了。接着你看到的是，它开始用无人机去要把中东地区的这些已经花了几十年。花了不知道多少个1000亿的钱所打造出来的这种金融中心、交通运输国际枢纽中心，还有就是未来的数位发展中心、AI 中心的这些阿拉伯海湾国家，全部要引入战争。而伊朗吃定的就是这些海湾国家不可能跟伊朗发生交战，因为他们很明显的知道这不是属于他们的战争，而他们如果帮美国或是以色列，特别是以色列来帮以色列打这场跟伊朗的战争，这显得更荒唐、滑稽、可笑。所以他们不可能在被挨打的情形下，他们也反制的跟伊朗变成交战。为什么？迟早美国他撤走了以后，那这个就是他们要面对的是一个跟9000多万人的战争，他们也不能这样打。这个对于川普来说，这也是他的弱点。为什么？因为中东国家这些富有的国家的经济、财政、金融跟美国的华尔街的经济、财政、金融是交织在一起的。那当中东的国家在这方面受到伤害的时候，对于美国的本土的金融的这些基金，他们也都会受到伤害。这个是金主上的一个伤害，所以我觉得金主就会影响到川普本身所获得的这个竞选的经费。你想这样的一个情形下，最后一个就是对美军来讲，它最大的弱点，您刚刚一开始已经有讲了，它最大的弱点就是打瞎你、打聋你，让你看不见、听不到。那这个部分里面，美国的军队因为并不是出动地面部队，所以它的海军、空军都是要有基地作为定点的。那你看，伊朗就专门打你定点，
那专门打你定点，那这个对美国来说的话，也是不是很其饶的，也就是为什么它的伤亡人数会一直不断的增加。我想这个美国的弱点，事实上被伊朗看得很清楚，伊朗就专门打你美国弱点打。好，我们看到现在美国面临各方的压力，那川普想要停战，但是呢，以色列现在又最新宣布了，是不是以色列不想停呢？因为他说将投入数百亿美元的预算要来持续打伊朗。那美国现在也有最新的动作，最敏感的时刻，他派出称为叫做末日飞机的16B 空中指挥机前往中东，要维持核指挥的系统。两件事情，第一个是战争是否走向核危机，那还有这个末日飞机透露了什么讯号？第二件事情，川普会不会自己先撤，丢下以色列？委员怎么看？美国有4架末日飞机啊，2架16B， 另外2架14B。14B 的叫 Night Watch， 我们翻译成夜视。那这个16B 啊，它的名字叫 Mercury， 就水银号。那水银号啊，这个不是前往中东啊，飞行方向好像是中东，没有到中东去哈，因为中东没有任何基地或机场出现它的影子，它只是起飞的时候被拍到。那这一款这个空中的末日飞机啊，是核战用的。可是，在美国有一个制度性，就是说，只要有这个战斗机啊，超过100架作战，不管在哪个地方，他就会把这个末日飞机拿来演习一下啊，平常训练一下哈。所以这只是一个例行性的演习，并没有表示说美国真的要在中东动用核子武器，没有。因为正确的说来讲的话，哈，全世界的战略大师只有一个人，叫普丁，其他人都只能够帮他端盘子，提鞋子，而川普可能连提鞋子都不够。你看普丁一开始都怎么做？一开始就说：“哦，你敢介入的话，我就动用核子武器。”啊，所以他的末日飞机也起飞啊，就演习给你看，核演习给你看啊。北约国家跟美国都吓死了，不敢赌。不敢赌的原因是不敢为乌克兰赌，正确的来讲这样子啊，乌克兰还没有重要到要去赌核子武器的地步。一样道理啊，你这一场中东战争不可能升级到核战嘛。虽然前一段时间这个我跟厉将军有同样忧虑，美国没事干嘛？旁边周边国家全部撤退啊，你到底干嘛啊？他连埃及的都撤，对，连埃及都撤啊，这个显然太不平常了。可是后来我看一看，他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部署跟动作啊。那你没有要动用核武器的话，你就没有谈判的筹码。普丁会不会真的打，没有人知道。他就跟你摆出一个架势，你就不得不就这个事情进入考虑。那美国这个末日飞机没有飞到中东，而且它没有任何这个核弹演习，所以伊朗不必把它列为一种战略选项，说你会用核弹来威胁我，或用核弹来攻击我。因为要用核弹攻击，表示美国要彻底灭亡伊朗，但是不可能。而目前的国际局势，大概他也不会这么做。这个赌太大了，不至于哈。虽然伊朗人很骄傲，可是不要伊朗人被人家灭国过2次，一次被阿拉伯，一次被蒙古啊，都彻底被灭国哈。因为他的地方实在是太特殊了哈。但是你说川普受不了国内压力？会把以色列丢在战场上也不会啦，就是第一个问题说，川普不管什么国内经济压力他如果把荷姆斯海峡的控制权丢给伊朗的话，他共和党别选了。对，因为美国不管民主党、共和党所有的总统共同的政策就是要控制伊朗在中东不可以称霸。那伊朗如果控制了荷姆斯海峡，就会中东称霸这个循环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美国现在最新消息说，他要占领荷姆斯海峡，就跟后原先预判的一样会不会真的占领我不知道但是他也开始起心动念要占领荷姆斯海峡了那接下来就看本事啊，因为我觉得川普他不是一个战略大师，像普丁这种我愿意死多少人来达成什么战略目标，他这是一个小生意人。我今天6个人呢，我死了13个人呢。在一场大战里面，这13个人算什么零头啊？你普丁会算这种东西吗？不会的所以这是个小生意人那现在在美国要达成的战略目标，他自己也不太清楚他只要举个例子，美国当年他的总统下令轰炸南斯拉夫是炸78天，硬是把南斯拉夫政府炸垮。
所以有人讲说一定要派兵，其实不是，那是伊拉克跟那个阿富汗的例子，还有另外一个历史更经典，利比亚2011年轰炸几天，220天，硬是把格达费给打垮。因为你如果没有这么久这么大量的轰炸，利比亚轰炸次数多少？9700次，啊，动员25000次。那轰炸结果呢？其他的反对势力才敢起来推翻它。那你今天靠伊朗国防军来推翻，你才炸个几天？哎呀，算了，这种叫小生意人的算盘哦。所以川普根本不是那种美国历史上那种有战略眼光的总统，比普丁差太远了。好，那另外一方面，难道现在是伊朗主要在掌握目前的战场节奏吗？因为最新他也提出了3个停战的条件，是终于提出来了。除了提出3个停战条件之外，他是否在暗中暗示说这背后还有中俄在帮助他呢？因为呢，伊朗总统最新对外宣告说，他有跟俄罗斯，还有另外一个是中国大陆的。关系密切的巴基斯坦通话，那他也提出了3个停战条件，包括第一个要承认伊朗它的合法的权利，第二个美国跟以色列你要支付赔偿金，最后一个是国际社会要提供安全的保障。所以现在目前战场看起来，难道是伊朗在主导吗？这背后伊朗它是否在暗示有中俄的力量在这后面？杨老师怎么看？这个战争，川普当然还是强调是他决定嘛，哈。但是他决定之前，他可能会跟以色列商量，那然后呢，也大概会跟他的金主，也就是要看那个油价或者是股市的线的变化，然后呢，同时他当然也要看伊朗这边跟美国的对抗达到了什么程度，所以你说最后还是谁决定呢？如果真的还是川普决定的话，但是真正影响他的还是伊朗、油价，还有以色列。以色列现在看起来很强硬哦，又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所以绝对不愿意退让。尤其内塔尼亚胡还跟他的自己本身政权的稳定跟维护有关系。那伊朗现在提出就是佩泽斯基安这总统提出来3个，就简单的说，他就是要你道歉、赔偿、保证。美国怎么可能做得到？所以我觉得短期内根本不可能会有那种美国跟伊朗在谈判桌面前坐下来的这种机会。那伊朗现在也强调，我就是跟你打这个不对称的消耗战。对。那什么叫不对称？它不只是武器的不对称，它也在地缘跟地理上的不对称。武器指的是它就是透过它的无人机跟弹道飞弹，不只是针对以色列美军基地、海湾各国，那尤其是在威胁荷姆兹海峡。那地理上呢，就是荷姆兹海峡的这个地缘位置，最短最窄的地方只有33公里，那另外一边全部都是伊朗，所以呢，昨天有4艘，就是一直到今天为止，有英国、日本、赖比瑞亚等国的这些油轮泰国就被炸。对，那泰国的那艘油轮还烧起来，那个照片传遍全球，所以今天你看到油价、股价就开始在波动，所以大概。然后呢 ，IEA 就是要求大家就释放这个战备储油，美国已经释放了4成，1.7亿桶，大概都可以维持1个月到1个半月。所以我们现在看战争看就是3月底以前，那如果3月底以后还在持续，那这个事情就会变得更严重，因为就要释放更多的战备储油。那这个时候呢，油价的变化以及以色列的压力，以色列持续还会有被轰炸的压力，对川普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至于中俄有没有影响，我觉得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任何的媒体报道，就是显现出中国大陆有提供援助。可是俄罗斯可能在开战的时候或者过程当中有提供一些这个定位以及在这个某一些上面的支持。你看到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已经跟佩泽斯基安有通电话，那这样子的一个想要去重回这个地缘政治的影响这个当然是普丁当中打的是盘算。川普总统最新放话了，高调的宣布说，美军现在是已经完全的清除所有在荷姆兹海峡上面的水雷。他说呢，现在美国等于是100%的掌控了荷姆兹海峡，就算呢他不担心现在伊朗再丢下1枚水雷，美军也有能力可以迅速发现，并且把水雷立刻清除掉。真的是这样子吗？如果他说的100%掌握荷姆兹海峡，但是我们来看到最新的数字会打脸
8月7号当周呢，只剩下8艘的船只通过荷姆兹海峡，原油的出口量现在看起来每天300万桶，比上个礼拜呢每一天大概也是达到440万桶，可以看起来是大幅的下降了。那么伊朗呢再次的喊话，他说呢要求美国解除制裁，归还把他们冻结的资产，也赔偿战争的损失。结果我们来看到川普怎么对伊朗喊话，他就说呢，你要我赔钱，那么你也要赔我钱，因为过去数十年呢，不管是在各种的战争，像是中东战争啊、恐怖攻击等等，美军的伤亡我也都把它列出来了。你要我赔的话，我也要你赔这些相关的伤亡啊、支出等等，要他来做赔钱的。那么我们也来看到呢，现在呢，伊朗也没有闲着，为什么？他们会认为说，川普会讲这一些话，是不是因为要把这个政治的声量喊高，要为下一次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呢？于是呢，我们来看到伊朗，它是立刻有了新的动作。首先，他先公布了一组有关于他们袭击美军基地的一个最新的卫星图。我们来看到这张图啊，上面呢大概就是显示出了说，伊朗先前攻击了不管是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叙利亚等等。跟美军有关的设施，他都把它给列出来了。现在最让美军还有华府头痛的是，过去几个月哦，他们发现呢，伊朗它的攻击的精准度不断的提升，尤其是针对这种美军的固定的基地啊、情报设施、能源设施跟资料中心，发现他们的攻击精准度都跟以前不太一样了。难道伊朗现在学会了美国这一招，有点像是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吗？美国其实过去使用的招数就是先用卫星侦察机、无人机找到目标之后，它就可以用 GPS 精准导引飞弹或隐形战机来发动致命攻击。结果现在怎么觉得说，这一套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已经被伊朗给完全学会，甚至伊朗还发展出了自己的一套发现、定位、打击到战损的评估的一个完全的一个攻击链条，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请教舰长怎么看有关于荷姆兹的海峡部分哦。川普说100%控制住了，但是现在看到不管是伊朗的飞弹、水雷都还是存在，真的有被美军给控制住吗？再来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伊朗公布了这一张他攻击美军基地的一个卫星照片，是否代表说，他真的有精准打击的能力，可以像美军一样做这种外科式手术的攻击能力？舰长怎么看？首先，大家去想一个问题哦。我说我今天控制这个水龙头的水源，它有2个条件。第一，我说开就开，我说关就关，就是开与关都在我手上，这叫做控制，没有错吧？同样的，荷姆斯海峡就是，如果今天伊朗说这里不准通行，你敢通行吗？哪个船家敢通行？通行过去就会被打。那如果说今天伊朗说，我让他通行，我绝不攻击，你会不会比较安心？当然，你可能还是怀疑，你说真的假的怎么样？但是最起码他说的是比美国有效的。川普今天说，我们今天美军维持他的航行，你信吗？你走过去试试看，你看美国说通行，看谁敢过去？就美国可以去阻止。我今天很远，你荷姆斯海峡在那里走船，我说对不起，我把它封锁。为什么？他有远程打击的能力。那你如果伊朗的船过来，我就攻击你。那美国这个能力是有的，但是美国说要把它开放，他做不到，因为开放权不在他手上，所以说美国控制那是胡说八道。那第二个，你说那美国要如何控制？他有一个方法控制，就是因为那里很窄，那都贴着地，你要把这所有地上所有的装备对这里能够威胁的，全部给它剿除。那要怎么办？美军部队要推入这个伊朗到地面部队，把所有好比说他的伊朗的打击能力有200公里，就把200公里之内的所有的这个目标占住，这可不可能。对美国来讲根本不可能，他永远做不到，因为那个伤亡太大，这是第一个，绝对不可能的。第二个，我始终觉得川普这个他所有的话大概分作3种：谎言、大话、这个脏话。除此之外，我想不到还有什么东西。就像他说这个水雷这东西，我当过猎雷舰舰长，你知道这个猎雷的水雷的运用我太清楚了。首先我跟你讲，如果我今天不管任何国家要布雷他一定会宣布说，我这里我布下了水雷了，请你们不要过来，炸了不要怪我，这叫做嚇阻，你知道。
就好像今天这个，如果伊朗说我要封锁荷姆斯海峡，不管什么手段，他一定会说，你今天经过来，如果不经过我的允许，我就攻击你，那就是一个嚇阻，他不会不讲话。你问他可不可以通行，他也不讲，然后你一个船过去，砰，就要把你炸一下。那你嚇阻什么？他没有军事所有的第一个要做的嚇阻，这是第一个。就是你有听过伊朗宣布说他宣布在那里布水雷吗？所有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观察这个事，因为我当过猎雷将，因为我知道如果布下水雷，基本上这里就会被堵塞了，就完蛋了。所有的股票要赶快跑。我讲过好几次，所以我非常关心。伊朗从来没有说他布过水雷，截至目前为止，没有一个看到一个船被炸的那个迹象是一个水雷。然后第二个，如果真有水雷，像那个川普说的，他给他这个化解了。清除水雷的一个大前提记好啊，因为水雷箭本身是没有防卫的，它是一个木头的、铝的，它不能装很多的重的铁的飞弹，那个磁性很多，它不要清雷，它自己就先引炸了，所以它基本上它没有防卫。所有的水雷、清雷，那个猎雷箭的清雷工作，一定是在最后和平时代，战争结束了，才会有猎雷箭过去。到目前为止，哪个国家派的猎雷箭到荷姆斯海峡、到阿拉伯湾，一个都没有。川普拿什么东西去擒啊？所以你说这个人讲话，实在是我有时候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讲。然后最后一个，刚刚主持人问到一个这种那个叫做斩首行动，其实斩首行动就是我们很久以前说的叫做远程精准打击。我很远很远，我就一个东西过去，我打得非常之准。现在大概先进一点的国家。科技先进点国家几乎都可以做得到。它最难的就是像刚刚主持人有说过，它有一个叫做击杀链，你要看得到，你要指挥得到，你要够得到，你要打得到。然后还有一个循环，我要知道说我打中了没有。那这一串的这个循环，目前伊朗大致上都已经做得到。特别是他那个武器，因为他的武器，他火箭技术很好啊，他可以打到很远，打以色列绝不是问题。他打到以色列、中东。这个欧洲那里很多国家他也打得到，所以他可以打的一个蛮远的。那准不准？以目前就是美国的 GPS， 那美国一定会动手脚，在这个战场他会想办法让你没办法进入。可是，现在北斗是比这个美国 GPS 是更准，对，更难干扰的。所以那个东西就是他现在只要有中国帮忙，他可以做的一个打的蛮准的，就很远我就打了一个很准的一个，这就是一个叫斩首。好，所以有关于这个精准打击的部分，等一下也请介大使来帮我们再做补充哦。那另外我们也来看到说，刚刚舰长也帮我们提到了嘛，那他这些技术是哪里来的？有没有中国大陆的帮忙？现在也说呢，指向可能有中国大陆或者是俄罗斯等等国家的帮忙。因为其实呢，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年3月份，美国曾经要求商业卫星公司不要再暂停了这些在中东地区提供的即时影像。所以呢，现在看起来说，那伊朗它没有这一些服务的话，精准打击能力为什么没有消失？是不是来自于其他国家呢？所以《金融时报》就报道，伊朗可能用的是中国大陆商用卫星能力来提高对中东美军基地的锁定能力。也有一个说法是来自于俄罗斯，可能提供了卫星影像，甚至是在战场上面这次俄乌战争他们学到的技术，包括无人机的技术等等哦。再来也有一个说法是，其实呢，伊朗也不用靠这2个国家，他们也可以靠自己啊。他们可以靠自己的全球商业卫星影像就可以锁定了美军的固定目标，所以3种可能，哪一个比较有可能？等一下我们也请专家帮我们做分析。先来请教大使怎么看这个伊朗用的所谓的外科手术式的打击？这一次说不只是打击到美军基地，还包括了亚马逊资料中心2座都被精准的命中。大使怎么看？这个一般以这个现在伊朗的所有的这些精准打击，它最需要的是所谓的这个找目标，然后导航，然后在这个到最后再来看战损伊朗应该不具备这个能力。对，所以一定是国外，一般推估都是其他外国提供。有办法提供这种能力的大概只有2个国家了，一个就是中国大陆，一个就是俄罗斯。所以一般的用逻辑推论的话，一定是使用这2个国家的协助。因为美国事实上在这个3月的时候美国就要求了很多他们这些商业卫星公司延迟并且暂停提供部分中东区域的这种冲突区域的即时影像，也就是避免这个
美国的敌对势力利用商用的这些卫星图对美军发动攻击，这个是美军3月就已经防堵这个。是。那这个问题是，伊朗既没有这些，应该是没有这种卫星的设备。第二个，它也没有导航的设备啊。你那个北斗卫星能够那么精准，它有45颗卫星在全球布局啊。那这个部分伊朗是没有的。那伊朗有的是什么？伊朗有的是无人机。伊朗有什么？有的是什么？这些中程的所谓超高音速导弹。那这些东西如果没有眼睛跟这些情报指示的话，定位跟它的导航的话，也不会那么准。所以一般来讲，这个我看了很多这个媒体啊，就直接推测，事实上啊，就是说中国的商业或其他卫星影像，事实上这个伊朗有办法可以利用，有办法可以利用。那么它甚至可以运用北岛卫星的加密的军事讯号，那么对于获得这个目标有一个很稳定而且精准的定位。你如果不能够定位，你的飞弹不会打那么准的，所以这个一般推测是这个北斗卫星。第二个中国大陆还有这个间谍卫星，在这个区域上面有一颗间谍卫星叫 TE-101B，这个是中国大陆的高解析度的间谍卫星，那这个部分有人说伊朗已经秘密取得这一类的卫星，或者说拥有这一类的卫星，这是推测当然伊朗也不会公布，中国大陆更不会承认，所以就变成你在寻找目标，然后你在定位的时候，这些中国大陆这些北斗卫星系统军用系的，还有卫星这个间谍卫星，事实上一定扮演了一个角色。另外还有俄罗斯的，因为你这些现在不管你是导弹还是无人机，你要有抗干扰设施。那通常认为就是说，抗干扰的技术是俄罗斯有就叫 Kometa M 这样子的这种设施，那伊朗是获得的，所以它的这些所谓的这些无人机见证者無人機可以很不受干扰的飞到目标去那是俄罗斯的，所以整个说起来就变成就是说，一般讲就伊朗这次是获得了中国大陆加上俄罗斯的这一次的这个在这些定位，在这些导航，到最后的什么打击，然后还有战果评估上获得了这个最先进的力量，所以美国不撤军也不行了。这也是为什么川普接下来不敢升级扩大这场战事嘛。一方面有中国大陆的北斗，还有俄罗斯的技术，不管是抗干扰的技术等等那上次哥又怎么看呢？好，我想其实中国大陆那边也有提到，就所谓他们的民间卫星的清晰度是难以想象的。但美国找不到证据具体提供，但是大陆那边有提到说，现在最厉害的中国民间卫星是这样子，它有6个俄罗斯客户，所以伊朗是不是透过俄罗斯客户直接用？那你当然无话可说嘛。所以这个东西，美国虽然认为一定是还是有包北斗卫星，但你拿它没辙。然而，像我们确实比较说，在2月底开始，那么当时伊朗的这个包导弹的精准度，跟后来我们想，特别是7月这第3波，真的不可同日而语的比较但整理起来，其实还是我们不能只说只有卫星啦。首先，我觉得第一点还是不得不说，伊朗的部分的它这个40年当中，飞弹的系统是不断的精进的。我们知道，在第3波当中，它开始因为前面打库存弹嘛，第3波我们看到伊朗的很多新的这个导弹的武器，包括这个超高音速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这里头，伊朗其实不只是他们研究的这些飞弹当中，比如说他们在末端也会改变轨道，就是说飞弹真的越来越好。除此之外，他们在用一些民间的这些商业的晶片，不再是采用军用晶片。我们知道军用晶片虽然比较稳固，有时候它比较落后，民间是很灵活的，特别它的精准度高。这都是伊朗自己本人在武器上当中，这些导弹本来就变得比较厉害。第二个，我们就刚刚提到卫星这件事情那除了卫星，刚刚包括大使提到，包括北斗以及俄罗斯的这个格罗纳斯系统，它是一个多卫星系统的啦。所以它这个多卫星都可以接收有更多的校正，不仰赖 GPS。除了之外，它的抗干扰能力已经变得很好了。因为你还记不记得美军先前有大家说，这个伊朗的这个导弹碎片里头，他们找到这当中有俄罗斯的这个 Kometa
的这个防干扰的模组，那就表示说他们刚干扰好了，更精准了。第三个，还记不记得前阵新闻有提到，他不是要打这个美军基地吗？结果他就说啊，感谢地方上的你们这些居民，你们提供给我美军基地。所以第三个就是他们在整个情报事实上就直接掌握。我们都是伊朗现在在打一个空军基地之前，他们有派出侦察无人机先去洞悉这些地形。除此之外，刚刚讲这些地方人力给予的信息，伊朗是掌握更多这些情报，所以可以瞄得更准的哦。所以我觉得第四个，最后我们要看问，你可以了解伊朗现在是体系化作战，以他现在攻击美军基地，他不是乱打一通，他先用无人机先把你的爱国者飞弹跟智雷森萨德飞弹把你清空了诱敌，然后呢之后他再导弹的再打下来。所以这个精准度往往是我们看到后面这个导弹，也就是说，伊朗在动用体系化作战，它不是笨蛋。所以这个当中几波段哦，再加上它很多是地下掩体，到现在为止你都没有看到美国方面掌握了多少。后来第三波这一次伊朗当中，它飞弹的这些来路没有，所以没有办法攻击到它的飞弹的地下的这个洞窟的状况。我这些全部加起来就可以理解到，伊朗之所以能够更精准的打飞弹，其实是包括这些原因的。现在来看到的是中东战局出现了一个惊人的反转，因为来自于美国的情报单位最新的研判，在这一场跟中东地区不同的战争，就是在这一场的俄乌战争了。俄军把乌克兰在这一场战争当中所学到的东西，大量的实战的经验，给他套到了伊朗的见证者无人机上面去了。那么他是怎么样来做的呢？乌克兰当时俄罗斯在跟乌克兰打的时候，包括了乌克兰祭出它的电子干扰啊、防空拦截跟战场反制。现在呢，俄罗斯都把这一套东西给全面学起来了。怎么学呢？包括了说每一次乌军来做干扰的时候，俄罗斯就会修正一次它的导航。每一次被防空系统击落的时候，俄军就会调整它的高度跟航线。那么每一次成功破防有关于这个防空网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经验复制到无人机上面。所以现在等于说这一套实际的作战系统，俄罗斯已经完全的都把它交给了伊朗，尤其是用在无人机上面的使用。大家以为说难道只有无人机吗？事实上，俄罗斯提供给伊朗的远远不止于如此而已，还包括提供给伊朗它的这个长程的打击能力，提供的就是这些目标的情报跟作战的经验等等。好，这个是来自于美方最新的消息。再来，我们看到伊朗还有透过飞弹继续的快速的攻击美军的前线基地，这当中包括了今天特别来看的海巴尔破坏者飞弹，射程大约是1000多公里，机动性非常的强，而且它的特点就是它可以利用卡车快速的移动部署发射，美以很难提前锁定到他们的发射阵地。再来就是它的末端的机动性非常的强，而且非常的快速，是让美国的防空系统几乎是没有办法把它拦截下来的。最后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价格非常的低廉。刚刚讲的这一切都是伊朗在攻势上面的一个优势。现在来看到伊朗在守势上面又有什么样的攻势？因为呢，伊朗在过去这场战争当中，它比较大的弱点就是在它的低空上面的防空系统了。所以它现在怎么来做补强呢？我们先来看到伊朗这边跟中国大陆采购了250套，这个叫做前卫12，总价高达了9000万美元。那么预计呢，还除了前卫的之外呢，另外一个防空系统还有说，在接下来几周之内，就会从中国大陆这边来进400套的中置人吸式的防空武器系统。我们先来看到第一款这个武器这个前卫12，它有哪一些重点？包括的射程部分高达了6公里射程非常的远，那么射高4公里，具备抗电子干扰的能力，可以低空的打击，包括了直升机、无人机、巡弋飞弹跟战机等等。那么现在美军最担心的事情是说，如果它有数百套这种类似的肩射飞弹的话，代表伊朗可以在低空慢慢的部署，把它全部布满，那么到时候就会布满各式的伏击点在他们的低空的这些空域上面了。另外一方面，乌克兰看到了现在伊朗的强势进攻，现在是怕了吗？我们要来看到最新消息乌克兰打击了一艘涉嫌运送俄罗斯跟伊朗的军事物资的船只之后，伊朗就说好，没关系，你敢打是不是？那我就要来做报复了。结果没有想到乌克兰立刻是道歉，并且认错了。
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请教委员怎么看伊朗现在的攻击端有升级版的，刚刚我们特别提到了这个无人机，有俄罗斯交给他的这个无人机，还有俄方的情报机构，再来这一款海巴尔飞弹。那么在手势上面，防守的手，则有中国制的这一种肩射飞弹补足在低空上面它过去的落点。这些武力对于美军来说，接下来会构成多大的立体性威胁？委员怎么看？对，很显然的，伊朗在过去这20-30年所准备的这个对美国作战的一些相关的方案跟计划，在这一次的美以伊战争里头已经得到了印证，那么也看到了这个成功的状况。那么伊朗在最早开始的时候，它是用以下式对上式的方法所以你看到伊朗用了很多低阶的导弹跟这个大量的廉价无人机。用下式来瘫痪掉了美军在这个波斯湾当时这个最引以为傲的雷达防空系统，甚至消耗掉大量的防空飞弹所以你就会看到美国现在的这个爱国者飞弹从战前的2200到2330枚，现在已经快速的减少了65%了只剩下大概759枚到827枚那这个量已经是少到大概仅只能够这个维护美国本土跟一些重要的基地了。那么从哪一点可以看得出来呢？从大家如果看另外一则新闻，其实俄罗斯在前几天对乌克兰基辅发动了一波大规模的打击，那一波他射了35枚导弹然后发动了185架的无人机，结果这个乌克兰的基辅只拦截下来1枚，34枚都击中了。为什么只拦截下1枚？因为爱国者飞弹没了，就没有足够的防空飞弹了。所以大家就可以了解说，现在美国在这个防空体系上，爱国者飞弹已经吃紧。萨德在战前有452枚，现在只剩下最多到278枚，减少了将近30%到50%之间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各位知道，爱国者飞弹一年只能产183枚然后呢，从下单到交付要3年半。所以你现在要补足，恐怕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军想要去做这个战力的投射的时候呢，这个伊朗又非常有效的去打击了美军在整个波斯湾地区的基地我曾经帮大家盘点过一次嘛，从波斯湾一路打到了红海所以现在美军的 F-35只能用以色列的基地起飞了，因为约旦的基地已经瘫痪了。那这个波斯湾沿岸的这些，要么就是不给美国用那么要么就是已经被打烂了所以美国在兵力投射上也有问题。那么更不要讲说美国自己的攻击力量也发生了匮乏的状况。我刚才说兵力投射有问题，你的空军没有办法快速的去攻击，然后去轰炸，但是你远程的攻击也有问题啊。各位知道那个战斧巡弋飞弹是美国最爱用的，在战前美国大概有3000枚到4500枚。现在只剩下2000枚所以耗掉多少？耗掉1000到1500枚所以战斧飞弹要回到战前的水准，要到2031年美国才能够补足的所以在这个时刻，你要用这个战斧飞弹去攻击有困难，你要用空军去进行轰炸也有困难，然后再加上刚才思敏给大家提到的，中国大陆现在在这个低空的防空这个系统上也卖到了伊朗去，所以伊朗也补足了它低空防空的这个能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现在美国的空军到伊朗上空去执行攻击和打击任务，是一个很冒险的行为那么也正因为如此，在这个战场里，美军现在已经几乎陷入了一个想不出任何办法的一个困境了，所以川普才会要求他的内阁阁员说，有没有一些有创意的方法可以解决现在这个状况，可以尽快让伊朗来进行谈判。现在已经走到要有创意的方法了，各位就可以了解说，传统的作战的一些相关的手段，基本上川普已经都用尽了，所以现在美国对伊朗这场战争已经是束手无策了。好，对，特别是在美军的空优部分随着这个伊朗方面，它不断的强化它在空中的优势，来自于俄罗斯跟这个中国大陆的技术，还有来自于俄罗斯的各种情报系统，甚至是无人机之后，我们看到美军的空优现在在消失之外，包括了它的这一些防空的相关的武器正在消耗殆尽当中。如委员刚刚帮我们统计起来包括现在爱国者飞弹损失消耗的
幅度已经高达65%，萨德消耗大约是80%。另外就是刚刚讲的这些都是比较是防御性的武器。那如果来讲是攻击性的武器，其实也在快速的消耗当中。特别今天看到的是消耗了大量的2款陆基型长程精准武器，包括了他们很关键的 ATACMS 陆军战术飞弹，还有另外一款是 PRSM 精准打击飞弹。这些武器对于美军来说之所以特别重要，因为它可以远距离的攻击伊朗的它的眼睛，包括了它的飞弹、它的雷达系统等等，还有它很重要的指挥中心。现在这些不管是攻或守的飞弹都已经呈现不足了。所以呢，来自于知情人士特别讲的，川普之所以在几周前在近期突然间要停止这一场对于伊朗的攻击，原因就是很多的军方高层告诉川普说，我们现在的武器已经不足够了，没有办法再继续这样子大量的消耗了。干哥怎么看？那大千说什么最有创意，要用有创意的方式能不能解决伊朗？那就派地面部队嘛，最有创意了，最原始、最有效。你行吗？你做得到吗？你要花多少钱？你要花多少兵力？你要冒多大的风险？因为地面入侵的话，那就是就实打实了啊！你要上了人家的岸的话，那你就要考虑到的层面可能会有几百项，而不是派飞机去。现在连派飞机都很危险的，为什么？因为伊朗的防空系统经过中国的加持以及俄罗斯的支援之后，你会发现进得去不一定能够出得来，所以现在就变得说，爱国者飞弹是很重要的。可是美国已经耗掉了65%，耗在哪里？耗在俄乌战场，因为俄乌战场用掉太多爱国者。乌克兰国防部到最后说不可以再用爱国者了，为什么？用爱国者这样的飞弹去拦截见证者136那种无人机，那简直是你就说我今天杀鸡要用牛刀，那我去拦这个低阶的无人机跟飞弹，我却要用非常高级的防空飞弹去拦，所以这样子永远不是一个划算的举动。那现在我们特别要讲到2种飞弹，就是大家很熟悉 ATACMS 陆军战术飞弹，是在俄乌战场上面大放异彩。乌克兰军方用了这飞弹之后非常满意，它的射程是300公里，然后乌克兰一直很想拿来打哪里？拿来打那个莫斯科，但是美国说绝对不可以打莫斯科。好，陆军战术飞弹因为在俄乌战场上的成功，所以让美国更加的快速去研发一种能够取代它的飞弹，叫做 PRSM， 叫做精准打击飞弹，它就是要取代陆军战术飞弹的。那 PRSM 这个飞弹呢，不能再给你乌克兰了，为什么？它太贵了，因为它刚刚服役，于是就用在了史诗怒火，也就是2月的史诗怒火，是因为它还在什么？它还在试验阶段，它不是真正成军，但是后来打下去之后，发现 PRSM 非常好，非常能够满足军方的要求。但是 PRSM 从2021年开始量产到现在，只不过380枚而已。所以大家要晓得说，怎么那么少？因为国防会计年度它有预算的，然后1年只能够生产100多枚、100多枚、100多枚。那现在突然打掉了多少？快要300枚。所以 PRSM 它甚至才刚刚成军，它就已经打掉了德黑兰非常多。据信哈米内伊就是他的那个前领导人，很可能就是被 PRSM 给打死的。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根本就弹药是不够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承诺完全要全面扩大生产线，但是实际上是做不来的。为什么？就算你现在有钱去建厂，但是你没有人去生产，这些都是环环相扣的问题。所以大家看到这边为止，你就会发现说，原来美国现在面临这么大的问题。那刚刚也有提到，战斧飞弹，战斧巡弋飞弹，其实老实讲是美国，武器库里面最多的，也是最通用，也是数量，就是说最安全的。可是美国的后续生产没有跟上来，大家就晓得说，你一定要赶快跟上来。
这些事情讲的都已经超过半年以上，可是川普的政府有没有真正在做？其实我们都观察到，没有真正在做。因为为什么？因为这牵涉到国防法案，然后他要赶快进行弹药库的补足的话，其实老实讲，要到下一个会计年度，到了下一个会计年度，对不起，伊朗的飞弹更多，中国的飞弹也会更多，这才是重点。好，那在这个之际哦，美国武器库缺乏之际，是不是等于说伊朗现在更握有谈判的空间了呢？尤其是伊朗最在意的荷姆兹海峡的这个谈判，目前还是跟阿曼一起来进行协商。那来自于《纽约时报》特别做的报道说，预估呢，接下来很快的60天之内就会有一个新的协商的方案了。那现在根据了解，接下来伊朗可能会对这个船舶收取所谓的服务费。那伊朗还说呢，接下来这个服务费的收取船舶费用是我跟阿曼去分的，而且是5-5分。那你美国呢是完全的排除在外，非常的讽刺。国际危机组织伊朗计划主任他这样说，他说如果说真的伊朗接下来跟阿曼达成了一个协议之后，德黑兰的战略地位将会胜于战前，那代表美国中东霸主地位已经慢慢的不在了，甚至说大倒退吗？像这个怎么评估？好，这几天呢，国际油价就迅速的回落到大概81块美金左右。然后除此之外，黄金也回涨哈。那么这个状况都是因为感觉起来这个消息就是荷姆兹海峡是不是要稳定可以通船的呢？这个消息最早其实是来自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那贝森特在接受美国的一个媒体访问的时候，就问他说荷姆兹会不会开？就贝森特，大家可以去上网去看一下。贝森特说很快就会有一个具体开放的结果。你知道他整个过程结巴巴到一个难以想，然后之后就觉得他那个结巴巴，然后又说不确定等等的。但毕竟还是贝森特话一说，所以刚刚讲马上就油价就下跌了。然后马上美国当中就有媒体披露说，这个部分伊朗跟美国可能会谈到一个60天的自由航行的可能性。现在大概国际间来自于美国方面消息都这么说。好，但伊朗马上就说完全没这回事。现在唯独在进行的就是他们跟阿曼的谈判，但是现在有没有谈判继续到收钱啊？只是说会有一个新的航道。也就是说，现在旧的航道可能会推翻，所以这个新的航道感觉起来，他们表示谈的有点复杂一点，让外界不知所由啊。但无论如何，现在看起来的话，伊朗还是想尽办法要把荷姆兹海峡这个通航权要控制在他跟阿曼，尤其是他自己的手里。那这个做法就基本上就等于是打了美国总统川普脸。也就是说，这次的美伊战争，如果最终荷姆兹海峡是在伊朗的控制手上，美国基本上等于输掉一半了。而且不得不说，这整个过程里头可以看到，从伊朗在这次战争以来，他是美国打他的，可他除在军事上当中越打越好，各方面的这个打的方式啦，无论炸美国空军基地、打中东的其他的美国盟国，乃至现在越打越有新武器，军事当中这个战略跟战术跟武器都很厉害。其实当然厉害的部分就是经济手段。荷姆兹海峡控制这件事情，过去大家都不知道荷姆兹海峡的严重性啊，但这次基本上就让这个美伊战争抓着这个经济跟能源的命脉，号令全世界的经济的动荡来一起对抗美国。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政治手段。我们看这几天除了这个美伊战争的这个零星炮火之外，伊朗在做什么事呢？他打电话给很多的国家，包括英国、包括乌克兰、包括保加利亚、阿塞拜然等等。那么这几天呢，其实就是包括英国、包括乌克兰都回话来跟他讲说，他们不会介入接下来美国最后川普的这个终极战争啊。所以你看看这个政治手段就不止在打仗而已，他用放狠话。你看乌克兰最后是泽伦斯基跟他道歉呢，而且泽伦斯基也表达说会赔偿他们在里海当中炸了这个伊朗的部分的船。现在要让泽伦斯基低头是多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你看，伊朗从军事、经济乃至于政治、外交穿梭手段，可不只有在战场上的表现而已。